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我們的播客。在這裡，我們一起輕鬆、自然又有效地學習外語。今天，我們想和大家一起聊一個非常重要，但卻很少被真正提到的話題，那就是語言的感覺。很多人在一提到學外語的時候，第一個反應就是我語法不好，我害怕說錯。等我把語法學好了，我才敢開口說。但是你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，有很多外國人來到中國，他們從來沒有系統的學過語法，可是說話卻非常自然。相反，也有一些人學了很多年語法，但依然不敢開口說話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在今天的內容中，我們就一起來找到這個問題的根源。在講語言的感覺之前，我想先問大家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：當你還小，剛開始學說話的時候，你是怎麼學的？你是坐在那裡記語法、學主語、謂語、過去時、現在時嗎？還是每天聽大人說話，然後不斷模仿，非常自然地學會說話？答案一定是我們不是靠語法學會說話的，而是靠聽、模仿，然後慢慢熟悉這種表達方式。而這種慢慢熟悉的過程，後來我們給它取了一個名字，那就是語言的感覺。我們是先有感覺，語法才慢慢出現的。當我們還小的時候，其實完全不知道，這是主語，那是謂語，這是現在時還是過去時。我們當時只做了3件非常簡單的事情：聽很多，模仿很多，反覆練習很多。聽得多了，自然就會說，說得多了，慢慢就會說對。等你說對了以後，老師才會告訴你，哦，原來這就是語法。這說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：語法不是起點，而是我們長期使用語言之後的結果。那麼，語言的感覺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？從本質上來說，語言的感覺其實就是大腦對一門語言的聲音、句子順序和表達方式所產生的熟悉感和自然反應。當你真正有了語言的感覺，學習就會變得非常輕鬆、非常自然。那時候，你不再需要一直想着語法，你只需要順着自己的感覺去聽、去說。具體來說，就是這樣的狀態。當你聽到一句話時，你能馬上理解意思，不需要在腦子裡一個字一個字的翻譯。當你想說一句話時，句子會自然地從嘴裡說出來，不用先想我要用什麼結構。當你聽到一句不對的話，也許你說不出錯在哪裡，但你會知道這句話不對，聽起來怪怪的。當你聽到一句正確的句子時，你會覺得聽起來很順、很自然、很舒服。這就像你說越南語一樣，你一聽就知道哪一句是對的，哪一句是彆扭的，即使你根本沒有系統的學過語法。這就是語言的感覺。大腦在處理語言時，首先依靠的是直覺，之後才會使用邏輯思考。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，大腦在處理語言時，首先使用的是感受和反應的區域，聽、理解、模仿，之後才會動用邏輯分析的區域，語法、結構、規則。換句話說，大腦是先感覺語言，然後才分析語言的。小孩子學說話，完全就是走的這一條路，不學規則，不死記結構，只是通過不斷的聽，反覆積累正確的聲音。當這種輸入的數量足夠多的時候，大腦就會自動形成一套正確與錯誤的判斷系統。這正是語言感覺的工作機制。為什麼只學語法，進步反而會很慢呢？很多人在學外語時，都會走上一條看起來非常努力，但進步卻很慢的路。學語法，做練習，對答案，再學一個新的語法結構。一開始，你會覺得我已經懂語法了，我進步得很快。可是，
當你真正走進實際交流時，你卻發現腦子裡全是規則，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這是為什麼呢？因為語法是靜態的知識，而語言是一種動態的能力。你也許知道把字句怎麼用，背字句怎麼用，時態、結果補語該怎麼用，但是在真正交流的時候，你根本沒有時間先在腦子裡想規則，再開口說話。交流只給你一個非常短的瞬間，那個時候你依靠的不是語法，而是你的腦子裡已經存了多少現成的完整句子。真正外語說得好的人，腦子裡裝的不是一條一條的語法規則，而是成千上萬的完整句子。他們說話的時候，並不会去想每一條語法規則，他們是直接從已經被自動化的記憶裡把句子調出來用。這些句子已經被聽過很多很多次，也被用過很多很多次，所以变成了非常熟悉的慣用句，一張嘴就能自然說出来。換句話說，當一個人真的說得很好的時候，大腦依靠的是已經熟練的句子庫存，而不是用語法公式一條一條去拼裝句子。真正會說的人，大腦裡裝的不是語法，是句子庫。比如，你不是先想這是疑問句，動詞加結果補語加了，你是直接說你吃完了嗎？你也不會先想這是把字句，你是直接說我把作業寫完了。你用的是感覺、記憶、熟練度，而不是規則、分析、推理。這兩種方式速度完全不同。語言的本質不是理解，而是反應。很多人說我聽得懂，但是說不出來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你是用理解在學語言，而不是用反應在用語言。真正掌握一門語言，應該是你一聽到一句話，身體就有反應，你一想到一個意思，嘴巴就自動開口。這就像開車一樣，剛開始你要想踩油門、踩剎車、打方向，後來你完全不用想，身體自己會反應。語言也是一樣。為什麼重複比理解更重要？很多人不喜歡重複，覺得我已經懂了，為什麼還要再聽？但大腦不是靠懂一次記住的，而是靠重複很多次形成神經通路的。第一次聽是認識，第10次聽是熟悉，第100次聽才是屬於你。這也是為什麼小孩子學說話，同一句話聽幾百次都不嫌煩。真正有效的學習順序是先聽，再模仿，再熟練，最後才總結語法，而不是反過來。在真正的語言學習中，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：先流利，再準確；先自然，再完美。如果你一開口就追求必須語法完全正確，發音完全標準，你一定會一直不敢說。而如果你允許自己說錯、卡頓、混亂、重複，你反而會越說越順。語言不是考試，語言是工具，是交流，是溝通。只要對方能聽懂，你的語言就已經成功了80%。為什麼環境感比課堂感更重要？你有沒有發現，在課堂上學2小時，不如在真實環境中用10分鐘？因為環境會逼你用語言活着。在真實場景中，你要買東西，你要問路，你要解釋，你要拒絕，你要表達情緒。這時，你不是在學習，你是在生存。而大腦在生存模式下，學習最快，記憶最牢。不要問我這樣說對不對，先問別人聽不聽得懂。很多學習者一說完一句話，就馬上問我這樣說對不對？這個問題本身就會不斷打斷你的語言感覺。更重要的問題應該是，對方聽懂了嗎？如果對方聽懂了，
交流順利進行了，那這句話在語言功能上就是成功的。語法正確只是錦上添花，溝通成功才是語言的核心。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那語法到底重不重要呢？當然重要，語法當然是重要的，但是語法的位置永遠應該站在感覺之後，而不是站在感覺之前。語法真正的作用是解釋你為什麼要這樣說，幫你修改那些長期固定的錯誤，讓你的表達更加準確、更加細膩。但它不應該變成讓你不敢開口說話的理由，你一再拖延開口的借口，你害怕交流的根源。真正高級的語言來自感覺自動化。當你的語言感覺足夠強時，你會出現一種狀態，你說完一句話後，才意識到，哦，剛才我用了一個把字句，哦，剛才我用了一個結果補語。也就是說，你已經不靠思考語法說話了，而是下意識的正確。這才是真正高級的語言狀態。總的來說，一個人外語說得好，關鍵不在於你記住了多少語法結構，而在於你內在的語言感覺有多強。語法只能讓你懂，但只有語言的感覺才能真正讓你說出來。而且，只有當你的語言感覺足夠強的時候，你才能說得快，說得自然，並且在幾乎不用思考的情況下說得正確。最後，我想用一句話來結束今天的分享：語言不是一套規則，而是一種感覺。它不僅是一門知識，更是一種習慣。當你不再帶着害怕犯錯的心態去學語言，而是用真正去使用它的心態走進生活時，你會慢慢發現，外語正在一點一點的，以一種非常自然的方式變成你身體的一部分。感謝你收聽今天的 Podcast。如果這期播客讓你改變了對外語學習的看法，那你就已經準備好開始一段新的旅程，一段自然、回歸本質、充滿靈感的語言學習之旅。如果你正在學習中文或者任何外語，卻總覺得學了很久沒有進步，還在苦苦尋找合適的方法，那麼千萬不要錯過這一系列視頻。在這裡，我們會分享簡明扼要的內容，指出學習外語時常見的問題和錯誤。與此同時，你還將探索像孩子一樣自然習得語言的方法，這是征服任何語言最正確、最高效的道路。關注我們，讓外語學習變得輕鬆、自然又充滿靈感吧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幫助，歡迎分享給你身邊正在學外語的朋友。我們下期再見。